什么意思？他刚刚上了厕所不洗手，然后把这台 iPhone 交给了你。我是左手交给了他，你不要乱说。我真轴啊！他现在右手用那个手机，现在又碰我，我干什么？我这你分着你一点。你的头是什么意思啊？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阿呆的频道。今天视频的主角是红米 Turbo 46500瓦的电池，以及天玑8400 Ultra，以及又出现的红米 K70至尊版啊，电池5500，处理器是天玑9300，9300加。OK 9300加。另外呢，它的刷新率是144赫兹啊。为什么又要测一次啊？哎，这不是到冬天了吗？我们之前在夏天测这台手机的时候啊，它的续航非常的猛，表现也不错，不像一个5500电池的手机，所以我们决定就给它冬天复测一下。最近呢，它也是更新了 HyperOS 2.0，而且我们冬天流程的负载也会增高了。我们就想看一看现在它的表现究竟如何，现在还值不值得推荐？正好红米也出了新机器，它们俩价格也差不多，就拿来对比一下。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视频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去饮杯咖啡吧，走吧。那咱们先照例呢来2把王者荣耀，设置如下：120帧加超高分辨率，然后开启 HDR 跟极致画质。第一把就是均衡模式，也不拆上面的其他游戏设置。不相信，我都周上了你不来，妈搁到我把他周过来了，他跑了，你畜生！这什么尖尖的呀？睡觉睡的。头顶这么尖。你今天又是粉色的卫衣，粉的也很可爱。第一把王者我们打了15分钟，两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第二把呢，我们就把游戏相关的设置都给打开。我们在游戏中距项力把这触控增强都拉到了最高啊。显示增强的话，Turbo 4它只有这4种啊。你看红米 K70U 有游戏 HDR 这一项，而且它上面还可以开显示增强，开超级画质，这个感觉就跟 OPPO 那个差不多了。那我给它调到跟它一样吧。我们都调到鲜艳画面了。他刚想去吃对面塔下雪糕，但是他人先走进去了，就快被打死了，然后雪糕被我吃了。是肘。那我是残血，为什么我不吃？你不是把我血包吃了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要死了，射手要死了。好，射手死了。没事啊，这个全残，你自己看吧。我是死在这儿，我跟3个队友都在一起，辅助他妈还在，辅助在推荐，辅助还在下路带线，畜生了畜生。带线怎么了？永不团灭，知不知道？那你是谁呀？第二把王者也结束了，打了15分钟，两台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红米 K70U 还有90%的电。Turbo 4还有92%的电，这里都是5GA 呀。那我们在这里测一下两台手机信号表现怎么样？好的，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两台手机现在都是联通的5GA 网络啊。左边这一台没有小横条的是 Turbo 4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正面 Turbo 4的这个前置挖孔是要比 K70U 的大一点的啊。两台手机我们都是没有贴膜的。来，3、2、1，我点。都有导出，其实我们录了已经很久了，他们都开始发送了啊。你看这网速还是0啊。好，发完了 K70U， 它有网一下就发完了。好，Turbo 4也就慢了一点吧。现在还是联通的5GA，我们再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两台手机全都是生动的屏幕色彩。这台 Turbo 4呢是没有环境色自适应的，所以我们 K70U 也没有开。我点。啊，两台手机的速度差不多，而且他们的广告也差不多。他们都是能到40多兆的网速。我 Turbo 4秒了，秒手秒呀！秒了，你看我说秒了吧2秒钟，这也叫秒啊？3秒不是秒吗？3秒也叫秒啊？跟你一样。现在两台手机我们都是在用电信打电话，用联通卡上网，他们都是5GA 啊。好，开刷都会出现一点那种加载的情况啊，但是没有出现长时间的加载不动啊，没什么区别我感觉。哎呀，你们两个这个抖音我是真的服了。点赞点赞呢，点赞点关注。那你来，消停一点好不好？消停一点，消停一点，走开了。现在我们在用联通打电话，用电信上网，两台手机全都是5GA 啊，来吧。同时，没有任何区别啊。表现其实就跟联通差不多了，都是会在某一个时候突然顿一下啊，但是没有什么很本质的区别。哎，给你们点赞，给你们点赞，哎，给你们点。帮我养养号呀。你的号还需要养啊？那他们联通跟电信就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表现就是一般般了。你这是什么秋衣诱惑吗？纯变态，明明是你拽出来的。哪里是我拽出来的？就是你拽的，就是你拽出来的。我没拽。我们现在两台手机照的地图步行导航去中午它吃甜品的地方，我们两台线路都是一样的。
我们走吧。我们现在两台手机都在刷美团啊，来看一下阳光下的亮度。现在太阳都是直射的，左边的这台 Turbo 4要稍微暗一点啊，右边的 K70U 要稍微亮一点啊。升级到2.0之后，感觉都挺流畅的啊。14C 好像没什么大问题。14C 啊？不，什么14C 啊提前预兆了。Turbo 4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 ？K70U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对啊，差不多嘛，除非你刷特别快才会有一点点。但是亮度的话，始终是 K70U 会稍微高一点点啊。而且我感觉这个 Turbo 4就稍微侧一点，显得好绿啊，这个屏幕。我们照亮做了这个红绿灯，能有20-30米吧。本来 Turbo 4的位置是对的，在我们正确的右侧。现在这两台手机都跑到左侧去了，都是错的了。K70U 也没什么变化，一直是错的。而且在我们刚开始进行导航的时候，感觉它的反应也就会比 Turbo 4要慢一点点。过了一个转盘，两台手机的定位都是对的。现在导航让我们往右边走，哎，我们又一不小心走错了，我们往左边，看他们的定位怎么样，并且会不会给我们规划新的路线吧。走吧。还是 K70U 亮一点的啊。垃圾。这个亮度呢，不光针对的是 Turbo 4，我觉得它的亮度表现比我之前用的那个 K80表现也是要好的。它不会出现在阴凉的环境下，它自动亮度非常灵敏，降到你一个觉得不舒服的程度上。往前走到石栏北，两台手机的定位都是对的，并且也及时规划路线，表现很接近啊，也挺好的。我们现在又拐了个弯到黄兴北路上了，但是呢，我们的正确位置跟导航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右侧呀。K70就更离谱了，它都没有识别到我已经过了，它还在我前面那段路上。我的定位精度目前来说还是 Turbo 4要好一点。我们继续再走走看吧。K70U 的定位是突然跳到对面去了，没有它那么精准。哎，我刚刚停在这了，红米 Turbo 4的位置明明是对的，它现在又跳回去了。你跟我一样，别说了，我也想说这个问题，我们俩表现一样的。我们又往前走了30-40米，两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是对的了。我们刚刚又过了一个马路，现在两台手机的定位都在正确的位置的对面啊。你直接说错误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他们在刚刚那段的路程中呢，对错的时间基本都是一样的。谁说的？是K70U 对的时间长一点，就长了一点点，好吧？长一点也是长，长0.1厘米也是长，最起码长了有50米。好，你长50米。我们又过了马路，K70U 刚刚是对的，拍的时候它又跳到对面去了，这也是这两台红米的通病啊，它定位会跳来跳去，现在他们俩都是错的。我们往里面走一点，看它会不会变吧。你先去调理吧，它比较差一点嘛，所以要多调理一会儿。你比较差好不好？它这还对了。我不需要调理，调理失败再深入调理一下。你要怎么深入它吗？我不深入它，应该有人会想深入它吧？快去吧。放弃治疗了。对了，你对了吗？你走到我这里来。啊，我又跳回去了。你说，哎，又对了，赶紧拍！我操，啊，又回事了。你是在拍吗？我在拍啊。对啊，它定位已经在这里这个地方跳了2次了，它又跳回去了。你就不跳？我就很稳定啊，我感觉我很好。你稳定的错了有什么用啊？起码我稳定，就一点对的趋势都没有。我们就往前走。我们导航了38分钟，期间还刷了20分钟美团。在后半段，尤其是最后一节 ，K70U 基本上都是对的。Turbo 4呢就对了一小节，所以综合来看啊，是前半段 Turbo 4的定位精度好一点，后半段则是 K70U， 所以综合来看还是 K70U 的定位表现好一点。现在 K70U 还有72%的电，Turbo 4还有74%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2:07分，我们差不多用了1小时32分钟的手机了。甜品站走起。我不吃啊，我不饿。什么意思？他刚刚上了厕所不洗手，然后把这台 iPhone 交给了你。我是左手交给了他，你不要乱说。我真轴啊！他现在右手用那个手机，现在又碰我，我干什么？我分给你一点。我们现在到厕所了，这是一个比较暖色的光。我们两台手机都没有开启真彩显示，它们都是生动加上默认的色温。可以看到 Turbo 4会暖绿一点，黄一点。而且尤其是你从侧面看吧，看到没？就会很明显的要黄绿一点啊。现在两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4G 啊，来，我们先来打一个电话。秒通，Turbo 4秒通。你先点的，我们直接发3个表情啊，3、2、1点。啊，都很快 ，OK。刚刚我们已经点开了微博，你看 Turbo 4还是先刷出来啦。秒了。K70U 要慢一点，我们再刷新一次吧。哎呦，秒了。还是 Turbo 4快一点。我再刷一次。啊，秒了。怎么说啊？那微博就是 Turbo 4快很多啊。我们已经重新打开了抖音啊，可以看到 Turbo 4这边呢可以刷动了，但是 K70U 这边就完全没有动了，都开始加载了。完了。好的不多吧？我们点，怎么说啊？我不爱看这玩意儿。
哎，K70U 怎么说啊？ K70U 显示网络不稳定了，我们用 K70U 的君子不爱看这玩意儿啊。现在两台手机都切换到了电信，他们还都是4G 啊，我直接打电话。速通，继续来3个表情包，3、2、1，点。哎，都很快啊。好，那我们再刷新一下微博，3、2、1，走。啊？哎，还是特波斯快一点。我刷2遍，我刷3遍。啊，来，刷3遍。啊，刷3遍它加载1遍。抖音一决胜负。我们又重新打开了抖音啊，来来来。俄罗斯的你都要关注是吧？你都不是俄罗斯人。哎，怎么回事？我们口音都出来了，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画面也没动啊。啊，继续往下刷。这个不动就不动。哎，我总感觉他们的电信卡没有别的手机在这里好啊。哎，K70U 先加载出来了，K70U 已经开始。来，慢一点。哦，他感觉他们俩都缓过来了。猛点赞，我受不了。我点个评论区吧。3、2、1，走。秒了。啊！秒了。好吧，那这个厕所呢，联通跟电信都是特步4会好一点，好吧？这个确实承认。我们现在到地下车库来扫这个二维码，两台手机全都是联通4G 啊！来，3、2、1，走。秒了。微信1米，特步4稍快一点点吧，几乎没有区别。还是微信，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啦。3、2、1，走。我觉得可以直接往前走了，在差不多的位置放大了。亮灯，机会来了。没有机会。机会来了。特步4先刷出来了。是不是你人有问题啊？有这么差吗？你看，差了1.5米吧。现在我们又到这个非常暗的地方来扫一下我们那个稀烂的二维码啊。微信1米，3、2、1，走。K70U 先扫出来了。怎么回事？你这个二维码就在中间啊！哎，亮灯了。再来一遍。走。怎么说？要不要再来一遍？3局2胜。好，走。就在这啊，你对上了，你扫不出来。不行，略差一筹。我们现在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啊，感觉这两台手机会有点吃力。3、2、1，走。K70U 已经扫出来了，哎，特步4也放大了，它还没到 K70U 的位置。它对焦糊了，它对不上焦了，再往前走。好，它堆到门外去了，这个。好，它二维码已经放得非常大了，虽然拍不出来啊，但是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一点的。Damn bro， 不行是吧？给你点光。它就是暗光对不上，对，它扫不出来。我们饭前呢就例行铲一把呀，可以看到特波4最高只能拆到60赫兹，画面质量也最多也只有极高啊。下面6个小项都是打开的。特步4就是垃圾啊 ，K70U 能开到144赫兹，好吧？那90帧也随便开，只能迁就一下这个废物了。有点想拉怎么办？刚刚甜品没有制作完成。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没有。你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和谐啊？因为没有爱了。没有爱难道不会吵架吗？因为是陌生人了。有的查攻略吗？没有啊。那你刚刚是什么？我在玩手机。我赶紧入他，再不入他就没机会了。哎呀，又被入了。什么？我正好要日炎，我操，来个亲我操，好爽啊！猝不及防的就被打死，你用等死吧，你就。我打不住了。这把游戏打了4分钟，两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红米 K70U 还有55%的电，特波4还有59%的电。现在菜差不多上齐了，我们让大师来拍点照片吧。今天呢，鼻子有点微堵啊，40%啊，用1倍拍全部，2倍拍单张都是默认的。我把他们的 AI 全部打开了，我先用一下这个 Turbo 4，好像没有识别到美食。从取景框上看就是黑的不行啊，一共就拍6张啊。我是没想到同价位居然还可以有比 K70U 拍照更难看的手机啊。K70U 这个取景框里面看是比 Turbo 4要好看很多的。我们看在同样的光线的情况下，这两个取景框里面差距真的很大吧？右边是 K70U 啊，明显要好看一点吧？你看。吃饭期间，我们2台手机都用 B 站看原画直播的，他们都开启了弹幕。亮度的话，好像 K70U 稍微高一点点，我把特波4也稍微调高一下吧。吃饭期间我们已经看了30分钟 B 站直播，现在 K70U 还有48%的电14C 还有52%的电。Turbo 4
Turbo 4还有52%的电，现在是下午的1点52分，我们今天用了3小时01分钟的手机了。那我们现在换机吧。我们去北辰的时候，2台手机就打微信视频通话呀。先看一下前置，左边是 Turbo 4。我感觉这2台手机几乎没有区别吧，但是我感觉 K70U 的清晰度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我看我头发细节会比这个 Turbo 4的要多一点啊。但是美颜啊什么都没什么区别了。我们2台手机都没有开美颜啊。哎，什么意思啊？通话降噪啊，你没有啊？那我们把美颜都打开吧。美颜开了之后还是差不多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本质的区别。那我们切换到后置，后置是没有美颜的，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吧。我是没看出来什么很大的区别啊，颜色会稍微有点区别，感觉 K70U 这边要浓郁一点。现在风真的好大，我们快点走吧。我们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2台手机都没有问题啊。现在正好还有点阳光，我们赶紧来刷5分钟的微博。什么叫还有一点太阳？现在是下午的2点17分，太阳是很大的，好吧？左边的 Turbo 4是联通的 5G， 右边的 K70 Ultra 是联通的 5G， 它现在又变成 5G 了。2台手机的亮度我们已经开关过了，但是它们都没有拉满。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全部拉满。我们现在开始刷微博啦，可以看到一开始的亮度2个是差不多的，肉眼看不出很大的区别。可是在我们今天的使用过程中呢，这个左边的 Turbo 4啊，它就会显得有点黄，青山护眼。对，青山护眼就黄黄的、绿绿的，是吧？今天风很大，我们有点怕这2个手机被风吹倒。2个手机现在都是可以均匀的晒到太阳的。现在刷大概1分钟了，我感觉右边的 K70U 的亮度是要稍微高一点的啦，领先幅度不大吧，一点点。我们说 Turbo 4黄和绿呢，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环境色自适应啊，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现在刷大概3分多钟啊，左边的 Turbo 4已经比 K70U 要比较明显的降了一点了。K70U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哎，朋友们，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虽然都是5G啊，但是感觉 Turbo 4这边网速怎么有一点点拉了呀？刚刚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啊！一说它也变快了。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刷了5分钟了啊，可以看到 K70U 的亮度始终都是比 Turbo 4要稍微高一点的。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它们的亮度啊，都是拉满的，那也拉不上去了。那结果就是这样了。好的，我们来录像啊，微冷小宝 ，OK。我刚刚已经看到一个区别了 ，K70U 呢，它是有 HDR 选项的，但是它4K 60帧是开不了的。它的4K 30帧及以下都是可以开 HDR 的，可是 Turbo 4这边是没有这个选项的。那我们就把 HDR 关了，都录4K 60帧，先录2分钟。太阳在我的1点钟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小眩光啊。我现在慢慢向它走过去，大家也可以同时看一下防抖怎么样。用的都是标准防抖啊。我现在慢慢的转圈。2台手机都是不能在拍摄4K 60帧的过程中切换镜头的啊。现在从取景框上看呢，是 Turbo 4这边的屏幕呢会稍微黄一点。我现在已经离它比较远了，向它跑过去啊，大家看一下防抖。我现在跑着转。我至少从现在这个屏幕的观感上来看啊，是 Turbo 4的会比较自然一点。K70U 这边就显得有一点蓝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拍一下人像啊，还是我们的微冷小宝啊。K70U 呢是有 EV 值调整的，在人像模式下，可是 Turbo 4是没有的，而且 Turbo 4呢是26和35。但是 K70U 呢是23和35啊。我先逆光拍我们的小宝拍2张，我再顺光拍2张。我只能说这2台手机的人像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别，但区别不大吧。我是觉得 K70U 稍微好看一点。为什么 K70U 会好看一点？这种话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我觉得好恐怖啊。那边好像有一些亲子活动啊，别管了，我们过来拍照吧。还是拍那个位置啊，什么焦段都用一下，都是他们默认的。我们把 AI 关掉。哎，你别说，感觉 K70U 现在5倍还可以。耶，这个算法是还行哎，10倍就肯定还是有点微糊的了。从取景框上看的话，这个 Turbo 4啊会比较锐利一点，就是那种假的清晰啊。5倍我从取景框上看真的是 K70U 要好一点哦，10倍也是。Turbo 4这个已经感觉出现马赛克了。我们再到那边啊拍一下那个长沙音乐厅，他们最多只能拖到10倍，我们就拍到10倍。这里我们就不用超广角啦。这个 Turbo 4的5倍跟10倍真的好糊啊，其实 K70U 也蛮糊的了。我们还是拍一下这个建筑啊，我们就不用超广角了，超广角真的太拉了这几台啊。在这个逆光的情况下，感觉 Turbo 4的这个取景框会显得好一点啊。哎，但都挺糊的吧。
我觉得没有什么很本质的区别。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前拍绿叶的啊，它现在已经黄掉了。那我们现在拍黄色的叶子就拍它吧。现在叶子其实没有很黄啊，这种枯掉的啊，棕色的啊，差不多是。即使把它们的 AI 关掉，它们这个蓝天还是非常的蓝啊。怎么这个 Turbo 4拍出来就一点黄色都没有呢？这么暗呢？成片它把饱和度全部提高了，所以叶子还是会有黄色的，但是天空非常的蓝啊。我是没有开 AI 的啊。可是 K70U 从取景框里面看的话，颜色还是会比 Turbo 4要稍微正常一点啊。哇，它们成片都是那种饱和度巨高的。顺光拍一下这个树叶啊，树叶可能会有点晃动。说实话，我是真看不太出来这两台手机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啊。我们在这里打了10分钟的视频通话，在阳光下刷了5分钟的微博，而且拍了2分钟的4K60帧视频，还有20张照片。红米 K70至尊现在还剩34%电 ，Turbo 4还有41%，现在是下午的2点38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31分钟的手机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车去往后湖去喝点东西。路上呢，我们会经过隧道，我们会重点观察他们在隧道里的定位表现。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2台手机都有3D 车道级导航，左边是 Turbo 4，右边是 K70至尊，它们俩的路线是一样的，亮度现在几乎也差不多。我们这次2台手机选择的是湘雅路隧道呀，但实际上我们会走南湖路，我们到时候看它谁的反应会快一点。我们现在进到了辅道啊，2台手机都在主路上面，主辅路切换还是有点问题的。好的，现在我们跟导航走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啊，导航让我们左转，我们是直行，看谁的反应快一点。OK K70至尊反应会稍微快一点呢，他们现在的路线跟我们实际走的就是一样的了。现在我们正在左转，这次2台手机的反应速度差不多，已经进入隧道了，2台手机都在隧道定位中。目前来看，2台手机还没有什么区别，它们俩的亮度在隧道里也差不多，这个进度也太一致了吧。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弧线上行驶，2台手机的进度好像都有一点慢。我们准备要进入到左侧岔路口了。我们已经进到岔路口了，刚刚红米 K70至尊反应好像慢了一点，我们现在已经驶出隧道了。OK，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刚刚导航了25分钟，整个过程呢，在前面直路上的时候，2台手机表现差不多，但是在切换路线的时候，是红米 K70至尊更加准确，而在隧道里面过岔路的时候，是 Turbo 4表现更好。另外2台手机在出隧道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延迟。现在红米 K70至尊版还有29%的电。Turbo 4还有37%，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书艺喝点吧。扫码，先扫码再喝。现在我们用支付宝扫一个共享单车的2维码呀，我送。我这有点反光，我觉得。现在我们调整了一下位置啊，重新扫。哦哟，左边还是 Turbo 4啊，右边是 K70U，K70U 是快一点，但它有广告。我们疏于店门口，再用支付宝扫2维码。左边是 Turbo 4。Turbo 4会稍快一点点。哎，现在到这里来都觉得很惆怅啊。终于坐到我的宝座了。不是呀，你们难道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不少，挺好的。你呢？你觉得呢？不熟。跟谁不熟啊？不知道跟谁不熟。他还借过我们机器呢。你就是这样子是吧？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现在2台手机我们都用微信录了1分钟的视频。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5G， 太好了，我觉得他们都上当了，好吧？3、2、1，我点。我们已经拍了很久了，他们还是要导出。左边这个没有小横条的还是 Turbo 4啊，Turbo 4还快一点点呢。又不动啊，跟上午一样。他们一开始好像都会有点不动。哦 ，K70U 还是挺快的，可以看到吧 ？K70U 的亮度一直都会比 Turbo 4高一点。哦 ，K70U 还可以了，这个5G 感觉像是真的。啊，刚讲完它就卡住了。好的 ，K70 至尊已经发完了，那边 Turbo 4发了一半。好的，我们再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2台手机还都是联通的5G 网。OK， 真牛逼。点一开始 Turbo 4快一点，哎，现在2个差不多。你看反复横跳这2个速度，一下子几百 K， 一下子可以到3、4兆，广告都是一模一样的。你看这5G 就是不行的，之前的K80在这里它就是会用4G， 所以它网速是比较稳定的。哇，Turbo 4牛逼！啊 ，Turbo 4好像真找到5G 了，完了它开始飙了。哦，K70牛逼！哎，把速度抢回来了吗？完了，K70又不行了。但是 Turbo 4已经下了1半多了呀。好 ，K70U 也开始飙了 ，Turbo 4没速度了。我拆了，K70至尊一定赢。它今天短暂的没速度又开始飙了。好，那我不拆了，我撤回。哦，它变4G 了，Turbo 4变4G 了，啊，它又变回5G 了，所以它一下就没速度了。
它会切，陷阱掉坑里了，它现在5G 等到网络了。我说继续，继续，它重启了 Turbo 4 K70U 再怎么说它都没有重启过啊。现在好了 ，K70U 又飙了一下了啊，真的完了。标完就要干嘛？要歇一下燃尽了。K70U 现在更多了，哇，太恐怖了这里。现在这个300兆的文件，我们在这已经下了4分钟了，他们都还没有下完，都显示了5G，但都只有300-400K。Turbo 4这个屏幕观感让我想起了去年的 K70E 呀。不对，是前年的 K70E， 偏黄的那种感觉啊。K70U 下完了，Turbo 4还剩大概10%。樱木现在去厕所吃饭了啊，他有点饿，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放一下视频啊。正好我们早上呢也是没有放20分钟的那个视频的，但是现在 Turbo 4一直在缓冲啊，它这里的网盘确实比较差，它缓冲了好久了，它显示是5G，退出就好了。那我们就重新跟它拉到一开始吧，它是缓冲了好久的。现在屏幕亮度呢是 Turbo 4会稍微亮一点点啊，我们就会把它调到一样的。我们重新播放了一次之后呢，这个 K70U 啊现在在这边缓冲了，而且是一点速度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好，找了一会儿又找回来了，好，我们就以这个为准吧，看到时候他们的进度是怎么样的，就知道谁卡了多久啊。我们已经看了20分钟 B 站视频了，现在他们俩的进度是差了30秒的。那说明 K70U 它是中途还出现了卡顿啊。K70U 现在还有19%的电，Turbo 4还有28%啊。现在正好下午4点，我们就来打2把王者吧。他让他进了30秒没有进到游戏里面。Turbo 4现在进不了王者荣耀，还在转圈。你呢？绿的完全没有问题啊。就我们俩现在位置是重合的，我们俩开不了游戏，但是我现在网很卡，我也改不了位置。你改再开吧。这70 Ultra 现在是4G， Turbo 4是5G 啊。啊，你改好了已经。我们下午的2把王者荣耀都把 GPU 设置里面开了高质量啊，上午都是默认的，并且游戏相关的设置也都打开了，开启了显示增强里面的鲜艳画面，还有触控增强。王者荣耀设置呢也是120帧加自立啊，开启了 HDR 跟极致拉满。我去，我这动画都比你慢1截。2台手机现在都是均衡模式啊，没有开那个游戏模式啊。傻逼吧你，点游戏都点不进去。我点不进游戏，然后自动退出了，这玩个毛啊！我刚刚把 Turbo 4的王者重新进了一下，感觉比刚刚好了一点，至少现在是能进游戏了啊。看看待会能不能点开始。怎么又进不去啊？快切啥？只剩10秒了。已经来不及了，不用了。从左边就可以切。iPhone 都没有这样吧？哎呀，那它联通就玩不了，我切电信啊，你切不切啊？我还能玩，我切吧，你切电信没问题了吗？感觉也有点慢啊，我点开始游戏卡了好几秒。但是我这个电信是460啊。我也显示460。我们上午游戏的时候是都没有开这个网络优化呀。我们现在感觉这里的信号有点不太妙，把它打开看看。我这还有个 AI 智能数据加速。别 AI 了，我都没有 AI。刚刚持续了有30-40秒哦。它现在回来了。对。而且你看，较长时间无操作，即将进入托管。我刚刚在这里待了半天，一直460，它显示我系统以为我在挂机。这麒麟至尊刚刚黄了一下呀，现在还都是绿的。哎，我还活着。哎，我又红了。电信哎。持续红了能有10来秒，现在还是黄的。你呢？我刚刚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天呐，我又红了，K70又红了，我的天呐，我在哪儿啊？我死了，我还是红的吗？红的，你这红了多久了？10秒、15秒，马上要20秒了。啊，好了，接近20秒吧。队友问墨子你在干嘛？我在送。这把王者我们打了20分钟，打来手机表现其实差不多了，我们都切换成了电信，并且开启了网络加速。Turbo 4是有一段长达30秒的460，K70至尊版是有2-3段长时间的460，他们两个持续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么第2把王者呢，我们就开启性能模式再打一把。现在至尊版只有7%的电了，估计就直接打到死了。我至尊版只剩6%了，Turbo 4还有16%。今天还没开出狂暴模式呢，看看这个狂暴模式表现怎么样吧。我们把壳摘了，咱们摸一下吧。这把游戏打了6分钟了，K70至尊只剩3%的电了。我们决定把这把游戏打完呢，所以充电宝已经准备就绪了。待会亮屏时间就以 Turbo 4为准哈，他们俩亮屏时间是一样的。K70至尊在2分钟左右的时候出现了5-6秒的460，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了。Turbo 4网络一直很正常，在9到10分钟，我这个 Turbo 4一直是460状态啊。就我人都不知道在哪，一直在飘。K70至尊没有任何问题，这段时间。刚刚一直460，你看还在。我在哪里啊？很久了，30-40秒啊。啊，然后死了，直接然后现在又红了。
黄红，OK。K70至尊一直是绿的，它还剩1%呢。充电宝没用得着啊。第二把新的模式王者荣耀我们也打完了，两个手机的帧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网络的话都出现了460的情况，且特别是更加严重的。现在是下午的4点50，我们已经使用了5小时22分钟的手机了，特别是还有10%的电。K70至尊只剩1%了，那试摸一下吧，看看烫不烫。难受，比较温热，摄像头并没有比别的地方烫。Turbo 4的屏幕感觉比后盖还烫一点，我觉得 K70至尊好像没有 Turbo 4烫哎，尤其是边框跟后盖是明显没有 Turbo 4烫的，但是屏幕可能跟 Turbo 4的后盖差不多吧。我们最后1%的电就打微信视频通话，看看 K70至尊还能充多久了。它1%的电肯定也走不完南门口的步行轨迹了，索性就直接在这里让它结束吧。我们切回联通了之后呢，这个 Turbo 呢网速是差一点的，它刚刚这个位置一直显示的是，那你看。会显示那个网络不好啊，在这里他们的信号就都不怎么样嘛。右边的这个 K70U 的屏幕明显是要亮一些的，而且你从侧面看的话，就是 Turbo 4的屏幕是会发黄的，而 K70U 就会比较正常一点。接近3分钟啊，它这里显示只有30秒内就要关机了啊，那就是3分钟吧，5小时26分钟、27分钟吧。K70U 澎湃2.0冬季复测的最后时间就是5小时26分钟。此时 Turbo 4呢还剩9%的电。好了，没电了。我们是直接打车来到南门口了啊！我们会使用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然后它是没有地铁上刷信息流的环节的，我们待会会把它补上。陪跑一下吧 K70至尊。本来不想拍的了啊，但是他今天这个造型，你们谁干的？我们百度地图步行轨迹之路了13分钟，Turbo 4现在还有5%的电了，这已经第2条命了啊。K70至尊应该是给它充了15%，显示用了3%呢。先看一下两台手机的起点，很明显是 Turbo 4准一点了。对，左边的这台是 Turbo 4啊，Turbo 4这一节是绝对不对的，偏的好多啊。他们两个都偏的挺多的。我们只是在这个巷子里面走的。对，都在这里穿楼啊。回头路呢还是 Turbo 4好一点。你看 Turbo 4至少还是个这种形状，这个就3点几偏更多了。好嘞，这个 K70U 就很奇怪了，是吧 ？Turbo 4稍微准一点，它离路近一点。大难小吃。Turbo 4还是会稍微准一点，因为它这个路是这样走的，可是这里已经歪歪扭扭的了啊。69东这个位置就 Turbo 4好一点。对，我们是在这上了个厕所啊，稍微停留了一会儿啊。Turbo 4动手啊！你是不是因为进了里面的坑啊，所以这么乱呢？不至于啊，厕所在这里啊，厕所有标志的，他给我都到哪里去了？你在里面拉了坨大的。拉多大的？我们到主坛街了，看一下这 K70至尊是啥呀？Turbo 4相对来说好一点。那这个步行精度的话，就是 Turbo 4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会遇到很离谱的那种情况。对，其实两个手机的步行精度都很垃圾。现在是晚上的5点44分 ，Turbo 4已经使用了5小时42分钟的手机了。然后现在呢，我就刷25分钟的信息流，看它最后能坚持多久啊？那你刷吧，我们就去玩去了啊！拜拜，好了，拜拜，拜拜。现在是下午的5点45分，怎么就亮灯了？不是一般6点钟亮灯吗？又提前了。这天都还是亮的呀，你看它亮灯了，但是很不明显。看看你的抖音，这不是我抖音，这是你的抖音。不是，就是你的抖音。这些樱木抖音啊，你看德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日本的、好，英国的啊，这么多元化。荷兰的，好，你涉猎挺广啊。真的假的？还有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我阅片无数，好吧。刚我们刷了10分钟抖音了，现在来换小红书。现在是晚上6点02，Turbo 4没电了，说要进入极限续航模式。我们小红书刷了7分钟。那待会儿减2分钟就是它的最后续航啊。好，它现在已经进入极限续航模式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打微信视频通话，给它打到死。它极限续航模式里的这个微信是60帧的啊，卡卡的。你这还想要高刷的，只有1%的电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极限续航模式下，这个右边的 Turbo 4啊，是屏幕比较暗的，而且有点提不上去了。虽然它现在还是5G 网，但是没有那个自动亮度了，除非你自己把它拉高啊。现在就拉的差不多了啊。我们打了11分钟多的微信视频通话 ，Turbo 4终于要关机了。那么减去2分钟就是它今天的续航时间，6小时13分钟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波总结，稍后见，拜拜。你怎么这么偷感呢？因为这里人很多。这里有个更偷的。好的，先由我来总结一下这台红米 Turbo 4吧。今天它的亮屏时间是6小时14分钟，然后它比红米 K70至尊版好的地方是，步行轨迹记录稍微准一点。没了。还有什么？
信号特别差的厕所，它的电信信号要好一点。真的没了。真的没了。今年红米 K70 Ultra 的整体使用时间是5小时26分钟，它澎湃 OS 2.0版本比之前来说续航成绩是稍微差了一点了，它的续航成绩应该会比 iQOO Neo 10会稍微差一点，因为 iQOO Neo 10那一期我们是打了120赫兹的金铲铲，并且它的至臻画质。但是红米 K70 至尊呢，它只有5500毫安时的电池啊。比它多了1050毫安时的这台 Turbo 4，在它关机时只有9%的电了。我觉得相比之下 ，K70 至尊的这个续航算很好的了。而 Turbo 4呢，它的这个亮屏时间我们预估也就跟 K80差不多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们电池都一样的，但是 K80是2K 啊，红米 K70 Ultra 呢，它是144赫兹的，所以有些软件用起来还会比 Turbo 4流畅一点。今天 K70 至尊太大的槽点的话，就是它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记录会稍微差一点，其他表现都还不错。K70 Ultra 的整体亮度策略让我还是感觉不错的，它不会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看着我非常舒服。红米 K70 Ultra 这台手机我们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又赢了是吧？4进中了呀！而 Turbo 4呢，我觉得，这什么？它有这个环啊，跑马灯、煤气罩。跑马灯，哟，好帅啊！但是我还是选择不买，好吧？我买它，我为什么不去买 K80呢？对吧？相同价格呢，我觉得我选 K70 至尊也更好，因为它的充电更快，是120瓦，它是90瓦的一个充电啊，并且它电池大一点，时间就更久了。而且 K70 Ultra 还是金属边框呢，对吧？我觉得 K70 Ultra 虽然发布了这么久，但是依然不落下风啊，赢麻了。我还要diss Turbo 4一点的是，我们在信号比较玄学的树玉超仙草，它的联通根本打不了王者荣耀，进都进不去，是我们测过最差的了。对，而且它电信也很差，也比 K70 至尊差，尤其第2把开了性能模式之后啊，我觉得卡着莫名其妙就死掉了。还有它的暗装扫码也非常的垃圾啊，要离得很近才能扫出来。哎，别说了，Turbo 4就别买就行了。还有拍照，它大家懂吧？你也强不到哪去，好吧？那还是比你强一点啊。行了，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溜，好冷。